漂亮姐姐，我爹爹比他们好，你给我当娘吧。小师孙这是给自己找娘呢。童言无忌，哪有大婚当天换新郎的？你说真的？真的，我爹爹不会让你在门外站2个时辰。好。嫁妆掉头。调去哪儿？镇北世子府。什么？他真要改嫁？沈家宋家队听令，108台嫁妆全部掉头。沈若华，站住！谁准你把嫁妆带走的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闹？母亲不过是想让你在门外等等，磨磨你的性子。你就为了这点小事，大婚当天当众改嫁？小事。顾承安，我在你顾家门外站了整整2个时辰。吉时过了，宾客的笑话我听了，你母亲骂我商户女的话我也听了。这2个时辰，你在哪儿？你就在里面，听着你母亲羞辱我，听着柳如烟嘲笑我，一句话都没替我说。母亲是长辈，你既然要嫁进顾家，受点委屈怎么了？明白了。你先让嫁妆回来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你笑什么？我在你家门外站了2个时辰，你没出来，现在嫁妆要走了，你倒跑得挺快。这还真是，这是舍不得新娘，还是舍不得嫁妆？沈若华，你一个商氏女，嫁进王府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今日这些嫁妆既然抬到了顾家门头，就是顾家的东西。顾家的东西？当然。我拜堂了吗？我进你顾家的门了吗？我入顾家族谱了吗？人都没进门，王妃娘娘倒先惦记上我的嫁妆了。放肆！顾承安，听清楚，今日这门亲不是你顾家不要我，是我沈若华不要你顾承安了。沈若华，你今日赶走，以后别跪着回来求我。放心，我这一辈子跪天、跪地、跪父母，就是不会跪你。爹爹，我给你把媳妇儿带回来了。爹爹，漂亮姐姐答应给我当娘亲了。你去定安王府看热闹，就是为了给我找媳妇？不是看热闹，他们欺负漂亮姐姐。沈家小姐，沈若华，今日不是你与顾承安的大婚，刚才还是，现在呢？现在不是了。所以你带着嫁妆来我这里？准确的说，我是来谈一笔交易。你说。我需要一个身份，一个能让我堂堂正正离开顾家，不被全京城当成弃妇的身份。我还需要一个庇护，保住我，也保住我这108挺嫁妆。那我能得到什么？我给新慈一个名正言顺的母亲，替你打理内宅。世子府缺人，我管人；世子府缺钱，我想办法。那108胎嫁妆呢？还是我的。哼，沈小姐很会做买卖。我爹是商人，从小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账要先说清楚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因为新慈喜欢我，而且你现在需要一个妻子，我也需要一个丈夫，我们各取所需。爹爹，你快答应呀！进来吧。怎么，沈小姐还想继续站别人门外？不了，今天站够了。宋家队入府。沈若华，你给我站住！萧玄景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抢我定安王府的儿媳？你的儿媳？当然。她踏进你顾家大门了吗？拜堂了吗？入族谱了吗？她收过顾家的聘礼。你顾家那点聘礼，够买她凤冠上1颗东珠吗？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。刚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从他踏进我世子府开始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一个商户女，你真把她当宝了？至少，他的门是开着的，这一点就比顾家强。沈若华，你别忘了自己什么出身。管家，世子爷，关门。萧玄景，你敢！有人敢闯，打断腿，扔去京兆府。萧玄景，你不怕得罪顾家？怕有用吗？他们明日一定进宫告状，让他们去。会连累你。沈小姐，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谈好交易了吗？所以，既然合作，就没有让合伙人一个人挨打的道理。若华，你别把事情做绝。我只是来算账。两家婚约早定，顾家的聘礼沈家也收了。念。定安王府下聘，金80两，银600两，绸缎36匹，玉如意1对，珠钗6只。就这些，沈家108台嫁妆，可不止这个数。所有聘礼一件不少，都在这2只箱子里。抬过去。从现在起，我沈若华不欠顾家1文钱。那沈家送进顾家的回礼呢？你还记得有回礼？沈家回礼折银13000两，3日前已经送入定安王府库房。王妃娘娘，今日之内原样退回。进了顾家的东西，岂有再拿回去的道理？那就更简单。明日带账册去京兆府，按亲善沈家财物报官。沈若华，你非要把两家的脸都撕破？脸？昨日我在顾家门外站2个时辰的时候，顾公子怎么没想起我的脸？沈若华，你今日不过是仗着沈家有钱，镇北世子未必真心要你。柳小姐这么替顾承安着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昨日的新娘子是你。既然你这么舍不得她，不如你嫁。若华，别叫我。从聘礼退回这一刻开始，你我之间再无婚约，再无情分，也再无半点账目。小姐，108台全部入府，银票、地契、铺契一样不少。世子爷吩咐，这些库房以后只听沈小姐调遣。连世子爷也不能动。世子爷原话，那是沈小姐的嫁妆，不是世子府的军饷。替我谢他。世子爷还说不必谢。你真不看？看什么？价值100万。所以，很多人娶我，就是为了这些。你嫁的是我，不是把沈家的家产卖给我。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昨日这一闹，今日整个京城都在议论你。我在顾家门外站2个时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议论我了。名声若只能靠忍气吞声换，那我不要。你倒比传闻里有意思。世子爷，顾家明日一定会进宫告状。定安王府我还没放在眼里。那皇帝呢？我自有安排。小姐，今天已经够乱了，您真不歇一歇？顾家现在最恨的是什么？您改嫁？是108台嫁粮没进他们的门，所以他们不会罢休。明日起，查顾家所有产业，铺子、田庄、借贷、合作商号，一个都别漏。小姐想先动哪一处？先不动。为什么？连对手靠什么赚钱都没弄清楚就下手，那不叫报仇，叫送钱。我要先知道顾家最舍不得什么，柳家最怕失去什么，顾承安最想要什么，然后呢？一样一样拿走。明日进宫，父王告御状，一定要让皇上治萧玄景强抢人妻之罪。那沈若华呢？
只要萧玄景倒了，他还能去哪儿？陛下，朕北世子仗势欺人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臣的儿媳。大婚之日悔婚另嫁，有违礼法。萧世子强夺人妻，请陛下严惩。沈若华本该是臣的妻子。玄景，臣在。你怎么说？臣有3问。问。第一，沈若华可曾与顾承安拜堂？第二，他可曾踏入定安王府一步？第三，他可曾入顾家族谱？既没有拜堂，没有入门，也没有入族谱，请问，他什么时候成了顾家的儿媳？大婚吉时，你顾家把心腹关在门外2个时辰，当众羞辱。如今人走了，你们倒知道他是顾家的人了。顾公子，你们要的到底是沈若华，还是他那108胎嫁妆？把心腹拒在门外2个时辰，也是你定安王的礼法。臣只是想教他规矩。哼，人还没进门，先教2个时辰规矩，好大的威风！行辞如何？回皇伯父，身体很好。那孩子自幼没了母亲，你这些年又不肯续降，朕看沈家姑娘就很好，有胆识，有手腕，星慈又喜欢她。既然她与顾家婚事未成，朕今日便替她做这个主，赐婚沈若华为镇北世子妃。陛下，定安王府羞辱心腹在先，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不悦。臣领旨。萧玄景，你别以为一道圣旨就能让他真心跟你。至少他不想跟你。顾公子，有时间盯着别人的妻子，不如先想想那13000两回礼什么时候退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若华聪慧明敏，端方有度，赐婚镇北世子萧玄景，封镇北世子妃。漂亮姐姐，那你真的不走了吗？小师孙，现在可不能再叫漂亮姐姐了，该叫母妃。娘亲。世子妃，陛下还有句话。公公请说。小师孙自幼弑母，陛下一直挂念。您进了这道门，往后不只是世子爷的妻，也是小师孙的母亲。我既答应了星慈，就不会亏待他。陛下说，沈家姑娘是个把承诺看得比钱重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这里的女主人。所以，内宅、人事、账目，全部交给你。这么放心？你敢带着108挺嫁妆改嫁，我有什么不放心？那我真管了。随你。把府中所有管事叫来。现在？现在。世子妃初来乍到，对府里的事还不熟悉，府里的开销一直有旧例，不好轻易更改。旧例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新例。府里猪肉20文1斤，京城一直这个价。城东肉铺18文。大从采拜17文，我沈家自己的铺子15文。张妈妈，你买的猪身上长金子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银骨炭300斤，市价150两，账上200两，多出来50两，给谁烧了？世子妃饶命！年纪大了，算不明白账，去庄子养老吧。世子妃，拖下去。以后所有采买，经手人、验货人、管账人3方画押，月比我亲自查账。谁再伸手，就不是去庄子这么简单。是。昨夜才进府，今天就查出这么多。我看了一夜账，没睡。睡觉哪有抓贼重要？你比我想的还厉害。后悔交权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以前怎么没早点认识你。漂亮姐姐，快帮我！你好厉害！
世上很多事情都一样，找准规律，再乱的结也能解。包括顾家。顾家不是结，是账，账当然要一笔一笔算。上个月买了30匹云锦，是。库房只入了22匹，路上有损耗。8匹云锦怎么损耗？被风吹走了？我不追以前，从今天开始把亏空补齐。我给你们3天。世子妃不报官。我要的是会办事的人，不是一座空牢房。谁补得上留下，谁不上自己滚。价格降了30%，菜色却比以前好。以前层层过手，每个人都抽一点，如今直接从沈家庄子送来，自然便宜。以后不要只用沈家的货。世子府若只跟沈家做生意，别人会说我拿夫家的钱养名家。每月3家比价，谁便宜谁货好就用谁。是。3天，府里每月开销少了40%。只是把漏出去的钱堵上。以前没人敢动那些老人，因为你们习惯讲情面。你不讲，我讲，所以我没把他们送官，只让他们把吞的吐出来。我现在有点明白，你爹为什么敢把半个沈家交给你管。定安王府名下7处田庄，13间铺子，最赚钱的是锦绣绸缎庄和聚宝当铺，都是王妃的嫁妆产业。锦绣庄的货从哪儿来？柳家，柳如烟母族在江南做丝绸生意。难怪顾家这么护着柳如烟。小姐准备怎么做？断货。全部？告诉江南所有丝绸商，从今天起，谁卖1匹布给柳家，以后就别想跟沈家做生意。再把锦绣庄对面的沈家铺子改成绸缎庄，名字叫天一阁，最好的料，最好的绣娘，价格低30%。那我们几乎不赚钱。谁说我要赚钱？我要他的命。锦绣庄7成云锦来自柳家，另外3成分散在江南12家织坊。柳家若断货，12家织坊能不能补上？能，但价格至少涨5成。那就把12家先签下来。用高价？不用。沈家可以给他们长期销路，现银结算，还可以替他们运货北上。做生意的人最怕的不是少赚一点，是货压在手里卖不掉。告诉他们，签3年，沈家保底收货。沈家出多少，柳家再加2成。不是价钱的事。沈家替我们包运输，还肯收次等料做平价布。柳家和定安王府是什么身份？你们敢得罪？做生意拿身份压人，说明手里已经没别的筹码了。回去告诉柳夫人，沈家没逼任谁不卖柳家，只是大家自己选了更稳的买卖。12家织坊全部与沈家签了3年契，那就从柳家的织造府调货。母亲来信说，沈家把生丝也收走了大半，就算自己织，也不够锦绣常用。沈若华这是要把路堵死。一个商户女，她真以为有钱就能翻天？给二老爷。让二叔暗中收聚宝当铺流出去的怀账和死当。小姐是想掏空他们的现银。当铺最怕什么？银子压在货上，收不回来。那就让他们继续压，等柜上的现银薄了，再让真正的债主一起来赎。两头一起夹。锦绣庄断货，聚宝当铺断银。顾家不是最爱算身份高低吗？我就让他们看看，没有银子撑着，王府的牌匾也不能当饭吃。掌柜，
这几日蜀望的人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？能说就说，别让人看出我们周转吃紧。可今天又有人拿着3年前的旧案票来问。先拖着。买3匹布还免费改1套旧衣。是，旧衣只要料子没坏，都能重新改样。我昨日才在锦绣庄问过，同样的云锦贵3成，天一阁第1月只收成本价，让诸位先看看手艺，觉得好，下个月再来。降价，他低3成，我们低4成。小姐，我们的货本来就是高价从外面抢来的，再降会亏本。亏也给我降！可库房只剩1个月的货。世子妃好大的手笔，赔钱做生意也不怕拖累世子府。柳小姐误会了，天一阁的铺面是我的，料子是沈家的，运输也是沈家的，成本比锦绣庄低1半，低3成卖，我依旧有赚。真正赔钱的，应该是现在还在高价抢货的人。柳小姐，你们锦绣庄刚刚是不是也降价了？那我还是在天一阁买，至少不会买到下个月就断货。掌柜，上个月的工钱还没结。再等等，等新货一到。新货都断了半个月了，还等什么？闹什么？工钱1文不会少。柳小姐，账上只剩3000两，若再降价，连下个月铺租都撑不住。那就去王府拿银子。王府那边已经催过2次，说聚宝当铺也在周转，拿不出更多。1个月亏了6万两，只要江南货源回来，就能翻身。王妃，江南那边还是没人肯出货。沈若华到底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？不是好处，是沈家的商路，那些人不敢得罪他。先拿我的私房银子补上。王妃，聚宝当铺这几日也一直往外兑银，再补锦绣长，府里的现银就真不多了。这300多张当票，至少有1半早就成死当，你花钱收他们做什么？死当占的是库房，坏账占的是银子。你想急中赎？先不急，先派人去鉴定这些东西还在不在，是真是假。要是假的，那聚宝唐庄的问题就不是缺钱这么简单。掌柜，这只玉瓶是假的。胡说！这是5年前收的公窑玉瓶，底款是后刻的，也是假的。银子在这儿，东西拿出来。诸位一个一个来。昨日就约好的，怎么聚宝当铺没银子周转了？掌柜，有3件东西对不上，还有7件被检出是假货。聚宝当铺拿赝品骗客人。漂亮姐姐，你又赢了。谁让你只盯眼前一个子？下棋要看全局，有时候丢一个子是为了赢整盘棋。围魏救赵，声东击西，你把兵法用进生意。商场本来就是战场。不过我这次动静不小，接下来顾家要报复的可能不只是我。怕把我也拖下水？我是提醒你。无妨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世子爷，你这买卖风险越来越大了。我倒觉得赚的越来越多。王妃，锦绣庄这个月亏了2万7千两，聚宝货创现银不到3万两。府里还有庄子，庄子的秋租还没收，现在变卖田契只能被压价。先从库房拿银子。库房前些年修园子办寿宴，已经用了大半。
若不是王妃非要在大婚当天给沈若华立规矩，哪有今天这些事？你现在怪本王妃，当初是谁天天说承安不能娶一个商化女？我是说她配不上承安哥哥，可没让你把她的108台嫁妆一起赶走。够了！我去找沈若华。你还嫌上次不够丢人？他针对的是我，只要我跟他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？说你其实喜欢他。承安哥哥，你后悔的到底是失去他，还是失去他的钱？沈若华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毁我王府生意，害我母亲卧病。说完了吗？第一，我是圣旨亲封的镇北世子妃，你当众辱骂是大不敬。第二，你顾家生意做不下去，是你们自己没本事。第三，你母亲气病了，是她气量小，与我何干？你心如蛇蝎！我要真是毒妇，你现在就不会站着骂我，应该在乱葬岗喂狗。你不过是攀上萧玄沼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商女，根本不配谈感情。是吗？你刚才说他不配。世子殿下，我……那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世子妃，轮得到你议论？他尿了！回家。谢谢。我说过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世子爷，今天的你确实比顾承华顺眼很多。今日之后，他应该会安静一阵。你觉得我需要你去封他的嘴？我是在问你，你若想自己处理，我不插手；你若嫌烦，我可以让他以后没机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杀了？不至于。那就不用。顾承安这种人，最大的惩罚不是死，是让他亲眼看着他曾经看不起的人过得越来越好。夫人果然比我狠。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。兵部的差事没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全京城都知道你在酒楼辱骂世子妃，还被镇北世子拿剑吓得当众失禁。谁还敢把你放进兵部？让你丢王府的脸吗？承安只是一时冲动，都是你惯的。是沈若华害我。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，她已经是世子妃，你越缠着她越像个输不起的笑话。小姐，今日那些夫人小姐肯定都盯着您，您这不穿最贵的？他们本来就说我满身铜奏，所以更该让他们看看你有多有钱。那不是正中下怀。今天我要让他们看的，是我这个人，不是我头上值多少钱。以前他们见您可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从顾家改嫁，很多人还不知道该站哪边。世子妃第一次参加宫宴，是。御花园我熟，跟我一道吧。多谢夫人，记住这位秦夫人。为什么？封相未明时还肯走过来的人，比风光时来敬酒的人值得记。小姐，他们都在看您。让他们看。进去吧，今日这场宴席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我也没打算躲。世子妃今日穿得这么素，难不成世子府连一套像样的首饰都拿不出来？柳小姐满头珠翠，倒是替所有人都戴齐了。我只是替世妃担心，第一次进宫赴宴，穿得太寒酸，丢的可是镇北王府的脸。今日的主人是皇后娘娘，我若打扮的比主人还张扬，
那才叫不懂规矩。世子妃这身月白色，清雅得很。柳小姐还有什么要替我担心的？不过得了瑶赐婚圣旨，就真把自己当成贵人了。王妃娘娘今日气色不好，锦绣庄的工钱还没凑齐，还是聚宝当铺门外讨债的人又堵住了门。沈若华，放肆！臣妾一时失仪，请娘娘恕罪。在宫里都敢对圣旨亲封的世子妃动手，看来王妃不是失仪，是根本没把皇家的旨意放在眼里。臣妾绝无此意。身体不适就回府休养。来人，送定安王妃出宫。多谢娘娘。你既嫁给玄景，就是自家人，在宫里受了委屈，不必忍着。世子妃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，想必才学也不差。今日牡丹开得正好，不如请世子妃即兴赋诗，也让大家见识一下沈家女儿的本事。她最擅长诗词，你不必见。既然柳小姐这么想听，那就以牡丹为题。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浮云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好一句，唯有牡丹真国色。世子妃诗才确实不错，不知琴艺如何？宫中今日正好备了交尾琴。不会。世子妃倒是坦率。不会就是不会，装会才丢人。柳小姐难道每一样都会？琴棋书画，总不至于样样不通。那就下棋。世子妃是不是根本不会下？你故意弃子，做生意也好，下棋也好，只盯着眼前一点便宜，最后往往输掉整盘。柳姑娘，承让。若华能理清世子府的烂账，能管住几百口人，也能让星慈真心认她这个母亲，这样的本事，比多会几首曲子重要。青菜，我不喜欢。不吃青菜以后长不高。看我没用，听若华的。你们两个现在越来越像一伙的了。我们什么时候不是一伙的？世子爷，我们这样好像真有点像夫妻。我们本来就是。若华，今天在宫里你很好看。只是受寒，不碍事，退热后睡一觉就好。确定？世子爷，你已经问第5遍了。看什么？没想到你也会慌。他从小身体弱，所以更不能一发热就把全府的人吓死。抱起来，我喂。娘亲，别走。我不走。若华，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愿意真心待他。我答应过他。只是因为交易。最开始是。娘亲。王叔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从书房回来就一直不说话。春和，你听过望舒这个名字吗？只听过一位苏太傅家的嫡女，好像就叫苏望舒。娘亲，你看，这是我给以前的娘亲盖的房子。以前的娘亲？爹爹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住在星星上。他叫什么？苏望仪。爹爹说他每天都能看到我。
苏夫人当年与世子爷感情很好，3年前她病逝后，世子爷一直没有续弦。难怪那把剑叫望舒。小姐在意。我和萧玄景一开始只是各取所需，我有什么资格在意？那现在呢？现在才麻烦。苏望舒，仙夫人是个很好的人，萧玄景很爱她，很爱。可仙夫人病逝后，世子爷守着的更多是愧疚。仙夫人临终时，世子爷还在边关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回来之后整整3年，书房里的望舒剑谁都不许碰。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若华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，我来不是逼你忘记他。她是星慈的母亲，也陪你走过一段路，你记得她没有错，但我也不会做任何人的替代品。你从来都不是，现在不是，以后也不能是，永远不是。世子爷，世子妃，听雪院后墙发现了陌生脚印。昨夜巡逻的人看见一道影子，但追过去已经没人了。会不会是偷东西的？普通贼不会连续2晚只绕院子，不进库房。属下增派人手，明面别增。真有人盯着，突然加人只会让他缩回去。暗处多放2个人，窗下换成细沙。小姐是不是太紧张了？这里可是世子府，越是大家觉得安全的地方，越容易松懈。要不要告诉世子爷？护卫同警汇报。趴下！找死！伤到没有？没有，我真没事。幸好。萧玄景。萧玄景，萧玄景！来人，快来人！小姐，别管我，先救世子。爹爹，星慈，看着我，你爹不会死，我不准他死。怎么样？世子爷脊骨受创，淤血攻心，能醒吗？若淤血一直不散，恐怕会成为活死人。皇太医，人参、灵芝、天山雪莲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什么。世子妃，10天，10天之内，我要萧玄景醒。臣一定竭尽全力。封府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。查刺客，查兵器，查进府路线，所有人一个一个过。是。外面都说世子爷撑不过3日，京中已经有人打听府里产业了。谁说他撑不过3日？从今日起，所有府门只进不出，每个管家每日按时来报账，谁敢趁漏断动1两银子，直接送京兆府。世子妃，可若世子爷真有个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就算有。我也是圣旨亲封的世子妃，星慈是镇北王府嫡孙，这座府还轮不到外人来分。爹爹，先生今天教了3个字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娘亲，爹爹会死吗？不会，真的？真的。你爹欠我一场婚礼，还欠你几10年。
他不敢死。定安王府的腰牌，一定是顾承安。只要把他交给官府，顾家就解释不清。解释不清的证据，往往就是别人故意送来的。小姐觉得是假的？派死是刺杀镇北世子，还把自家腰牌带在身上。顾家再蠢，也不会蠢得这么刚好。那是谁想嫁祸顾家？一个是想让我替他除掉顾家的人。去查制作这种腰牌的工坊，再把刺客进府的路线重新走一遍。消息暂时压住，谁都不准报官。是。真正的凶手既然想看我怎么报复顾家，那我就演给他看。世子妃，刺客应该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这条水沟通哪儿？3个月前修过，外接西向排水渠。修缮的人是谁？工部派的镜人，名单还在。这个叫赵四的工匠，刺杀当夜后失踪了。家人呢723日前突然离京，邻居说他们拿到一大笔银子。谁给的？银票出自四海钱庄，但开户用的是假名。四海钱庄背后是谁？表面是江南商人，真正东家还在查。别急着抓。为什么？一个拿钱办事的工匠，不会知道真正主子。找到他的家人，盯着，谁去灭口，谁才离我们更近。从今天起，断掉所有与顾家有关的货源，田契、税银、佃户，一项一项查。是。柳如烟那边放消息，就说他与顾承安早有私情，动静越大越好。小姐，女子名节。真正的凶手在等我和顾家斗个你死我活。我们不演得像一点，他怎么放心继续出手？您是想让幕后的人以为我们只盯着顾家？顾家这颗棋子若废得太快，后面的人总会露出手来救，或者直接换下一颗棋。你说过天塌下来你顶着，现在你躺着，我先替你顶几天。世子妃，定安王妃和顾公子带着10几箱礼物在府门外求见。终于来了。若华，当初是本王妃做的不妥，这些是沈家当初送来的回礼，本王妃全部退回。另外这些算是赔罪。小姐，沈家的东西都在。收回沈家的，其他退回。若华，王妃娘娘还有事。锦绣庄和聚宝大天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逼到什么时候？我从未逼顾家。你断货抢客收当票，这还不叫逼？王妃，商场上我没用王府权势封你的铺，也没让官府查你。我的货更好，价格更低，客人愿意买我的，这是做生意。若华，只要你停手，我们以前的事可以一笔勾销。顾承安，你还是没明白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以前可以勾销。若华，你还知道醒？哭了？没有。眼睛都肿了。熬夜熬的。别笑，你差点成活死人，知不知道？你没事就好。你差点没命，还问我？我护住你了，这条命就没白丢。不许说死。好，不说。爹爹，娘亲天天晚上偷偷哭，小心词。
腰牌是假的，真正的线索在这里。赵四家人拿到的银票来自四海钱庄，跟踪灭口的人，最后进了城南别院。别院是谁的？器主不是瑞王，但守门的人曾在瑞王府当差。你早就怀疑他，只是没有证据。他想杀你，是为了兵权。不止，父亲手里有兵，我手里有人，而你沈家手里有钱，三样东西凑在一起，最怕的人是谁？想做皇位的人。从现在起，我醒来的消息只限这个房间里的人知道。是。瑞王既然以为你快死了，就让他继续这么以为。还差一件事，让他相信我已经被仇恨冲昏头，只顾着咬顾家。夫人越来越会做局了，跟世子爷学的。那我教的不错。少贫嘴。再断顾家2处庄子的销路。小姐，再逼下去，他们可能真会狗急跳墙。我就是要他们跳。萧玄景仍旧没有露面，沈若华这2日只顾着继续打顾家。看来那颗霹雳弹没有白用。下一步，顾家已经没用了，动沈家。父王，还嫌顾家丢的人不够多？难道就这么放过沈若华？不是放过他，是我们已经斗不起了。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给我忍着！从今天起，谁再去招惹镇北世子府，先滚出顾家！小姐，出事了！说，老爷被抓了，沈家几位老爷也全被下了大牢。罪名？通敌叛国。谁上的折子？督察院左都御史刘成。他拿出了什么证据？一本5年前从沈家旧库查出的账册。账册现在在哪儿？已经被官府封存，外面只知道里面记着沈家往北边运过大批货物，具体写了什么，没人能看见。刘成只凭一本账，就敢给沈家扣上通敌的罪名？还有几个所谓的人证，可真正压住朝中那些人的，还是这本账。所以这本账才是关键。我要看到他。官府看得很紧。原本拿不到，就想办法拿抄本。先知道对方手里的刀长什么样，才知道从哪里拆。还有，这本账是谁从旧库里找出来的？谁经手封存？最后又是谁送到刘成手里？一条都查清。是。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官府的人已经去了沈家总号，正在清点账册和产业。已经开始查了。还没封铺，但照这个架势，明日恐怕就会动手。瑞王不只是想给沈家定罪，他还想趁这个机会掐断沈家的钱脉。那就两边一起做。你去拿账册抄本，京城明面上的铺子别硬顶，让他们查。钱庄、外地仓库和商队全部稳住，账册分开存，人也别乱。若有人趁现在退单解约呢？都记下来，不争也不拦。小姐不反击？账册还没看见，现在反击就是瞎打。先保住沈家的底盘，再看看刘成手里那本账，到底写了什么。昨日还请您赏花的赵夫人说身体不适，不来了。李家、周家也把下个月的宴请退了。还有吗？3家商号要求暂停与沈家合作。把信多多收好。小姐不生气？现在躲开，总比等沈家真出事再踩一脚好。这些人以后可以做生意，不能交心。
所有账册现银一律封存。哎呀，圣旨只查涉案账目，没说可以搬空柜上的现银。你想抗命？我是怕大人查案没查清，先背上抢商户银子的名声。是。京城明面上的铺子都封了，暗线呢？钱庄、外地仓库、商队都没动。好，小姐早就防着这一天。沈家做这么大，若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早死800回了。第一封800里加急送北境给父王，第2封送兵部尚书，第3封交给李公公。是。再放消息出去，就说沈家出事，我急火攻心，旧伤复发，让瑞王以为世子府已经没人能撑住。你准备怎么救沈家？瑞王以为封掉京城几10间铺子，我就没钱了。他不知道沈家的钱庄、暗库和粮仓从来不止在京城。你要做什么？先看清他给沈家定罪的那本账。小姐，刑部里的人把账册抄出来了。小姐，这确实是老爷的字，印记也是真的。难道老爷真的瞒着我们做过这些生意？账是真的，不代表刘成说的解释是真的。铁器3000件，从晋州出发，过雁门，后面为什么没有收回？每一笔都只写了货物量和路线，没有写交给谁。人故意把送到北境说成送给蛮族。只要找到一批货真正进了军营，整本账册的意思就会翻过来。去查雁门关当年的军需官，若人已经调走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档案。再查镇北军5年前有没有收到同样数量的铁器和粮草。是。世子妃，京府带了大批官差，说天亮就要查封您的嫁妆。来得正好。奉命查封沈家资产，沈若华嫁妆同属沈家财产。放屁！这些嫁妆是圣旨赐婚之前登记在册的世子妃私产。想查，拿皇上的旨意来。抗旨拿人！打出去！外面都说您的嫁妆是通敌赚来的钱，还有人请旨废掉您的世子妃之位。让他们说。启动所有暗库、银庄、粮行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3天，我要京城米价翻1倍。官差已经走了。他们问了几次我在哪儿？3次。果然不是冲嫁妆来的。他们要确认我到底能不能出来。那就让他们确认。小姐的意思是？把消息放出去。就说我为了沈家四处调银，已经急得乱了阵脚。至于世子爷，病得连床都下不了。夫人这是准备把我说成半死不活？委屈世子爷再死几天。官差根本没来得及核对嫁妆清册，被赶出来之前，却3次打听萧玄景。还一直往内院看，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露面。没有，世子府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他连一句话都没传出来。沈若华呢？他亲自挡了官差。之后，沈家各地钱庄、银庄和粮行同时开始调动，他像是在四处筹钱救沈家。看来萧玄景确实伤得下不了床。沈若华手里若有能翻案的证据，也不会急着调银子。别小看他，顾家的产业就是毁在他手里。
那三法司司会审还照原计划？照原计划，他越急着调银，越说明沈家已经没有别的后手。盯紧他调动的每一条商路，本王倒要看看，他准备拿这些银子买通谁。少监，梁家真犯一倍，百姓一定会乱。所以市面可以乱，沈家的铺子不能乱。城内12间米铺还有5日存粮，全部按15文一斗限量出售，每户先买3日口粮。医馆、善堂和孤老院需要多少，直接送过去。那外地粮救队呢？停在城外3天，1袋粮都不准少。别家的米商见粮少，一定会趁机抬价。我要的就是他们抬。京城真正的大仓，有一半握在瑞王的人手里。市面牌价涨到30文，皇上第一个问的就是：明明有粮，为什么不开仓？瑞王开仓，囤粮就会暴露；不开仓，皇上便会亲自查。所以3天之内，他必须选一个。所有车原地停3天，粮量每日清点。谁敢私卖1袋，立刻逐出沈家商队。城里要是真缺粮怎么办？东家的平价铺子不会管，我们停的是大宗粮，不是百姓的救命粮。另外分出20车，送到城外备用仓。真出了乱子，这批粮随时进城。昨天还是15文，今天怎么就18文了？运河粮船没到，城外粮车也没进来，我手里就这点米。别人都涨到24文了，你们怎么还卖15文？东家说了，做生意可以赚钱，不能赚断粮人的救命钱。12间铺子的存粮还能撑2日。有人换着衣服来重复买，像是想囤粮转卖。认清人，真正缺粮的照卖，倒卖的一粒都不给。30文，你们这是抢钱！爱买不买，明天说不定还要涨。奉旨查粮，所有米铺立即上报库存，敢藏1担粮，直接封店拿人。京城报备存粮足够3个月，外面为什么卖到30文？几家皇商都说仓中存粮不足，那账上10几万担粮食去哪儿了？今天日落之前，所有报备粮仓全部开仓平价售粮，谁不开，朕就派禁军替他开。王爷，日落前不开仓，禁军就会直接查进去。那些粮是本王留给京畿大营和私兵的，不是拿来喂百姓的。现在不开，连粮带账都会落到皇上手里。先开3座明面上的仓，按15文放粮。城西大仓怎么办？粮可以慢慢转，按账今晚必须烧干净。王爷，仓内全是粮，绝不能在里面动火。那就把账搬到后院烧，天亮之前，1张纸都不能留下。失火了，快救火！别管那些粮，把剩下的账全扔进火里，1张都不能留。再不救火，整座粮仓都保不住了。王爷，按账烧干净了，可城西大仓也没保住。多少粮？10万石。废物！粮仓一烧，朝廷一定会追查起火原因。撤！昨天外面还卖30文，今天真降回15了。每户限购3斗，先紧着家里断粮的，等后面的粮车全部进城，就不再限量。你们明明有粮，前几天为什么不多卖一些？东家怕有人囤粮倒卖，只能限量。先紧着真正断粮的人。城外所有粮队都已经进城，12间平价铺也补满了粮。不用再压着粮队了，
让城外剩下的粮车全部进城，各铺恢复正常售粮，价格压回15文。现在低价收回来，沈家能赚不少。这次不是为了赚钱，这些人趁乱囤粮、倒卖、重复抢购，全记下来。以后可以做生意，但不能再让他们碰百姓的命脉。瑞王的几座粮仓已经被户部接管，城西大仓的火也开始调查了。火不是我们放的，可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您逼出来的。我只是让他开门，门后藏着什么，是他自己的事。沈家的粮队已经全部进城，米价回到15文了。他从来没有缺粮，他只是暂时把粮停在城外，逼我们先开仓。他还提前用平价铺稳住百姓，所以无论米价涨多高，最后挨骂的都只会是囤粮的人。城西大堂的账虽然烧了，可户部已经开始追查10万担粮食的来源。5年前雁门关军需记录找到了，这一批铁器3000件，军营入库也是3000件，日期只差1天。食盐800担，粮2万担，也对得上。至少能证明这些货没有落到蛮族手里。还不够。世子爷已经让兵部去调镇北王的正式军报。只要那份军报进宫，这本罪证就会自己翻过来。世子妃不问沈老爷为什么瞒着您，等他出来，我再慢慢问。陛下，镇北王亲笔。北境30万大军过去5年的盐铁补给，有1半来自沈家。是。为什么户部账上没有？镇北王说，当年国库空虚，为防蛮族知道军需虚实，便由沈家以商队名义暗中转运，账目另册密存。那刘成上奏的那本通敌账册，若记得正是这些东西，那不是罪证，是功劳。军报已经入宫。我爹知道这件事，知道，所以从头到尾只有我不知道。岳父说，你若知道，就演不像。很好。生气了？等他出来，我一起算账。笑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小人王六，曾在沈家北路商队做伙计。你见过沈家向蛮族运铁器？见过，就在雁门关外。你在我沈家做了几年？3年。北路商队出关用什么旗？黑旗。沈家所有商队都是蓝底白鹤旗。你说在雁门关外交易，那几年北路领队是谁？姓赵。5年前姓孙，3年前才换赵掌柜。沈万山，不许扰乱正人！张大人是怕他继续说，还是怕他继续错？王六，你说自己在沈家商队做了3年，可商队旗号、领队姓名全都答错，可有公契或同队伙计能证明你的身份？小人的公契早就丢了。人身份和证词都有疑点，暂时压下，核验清楚后再审。先把他带下去。人证有疑又如何？账册上有你的亲笔，还有沈家印记。账册是真的。你终于认了？我认账册，没认通敌。还敢狡辩？请张大人把账册上哪一行写着“交给蛮族”念出来。上面只有出货、数量和路线，最后收获的是谁，1个字都没有。既然大人认定我通敌，不如派人去北境问镇北王，
看看这些铁器、食盐和粮食，到底进了蛮族营地，还是进了大夏军营？妖言惑众，来人，用刑！张大人，此案疑点已经很多，不宜再用刑。本官主审。圣旨到。李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刘大人呈上的账册牵涉此案，陛下命你一并到堂听旨。沈家多年来暗中为北境大军输送粮草军械，解边关燃眉之急，乃护国武功。所谓通敌一案，纯属诬告。沈万山及沈氏族人即刻无罪开释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赐义薄云天牌匾。陛下，臣也是受人蒙蔽，那本账册确实是从沈家查出来的。账册是真的，你呈给陛下的解释却是假的。督察院左都御史刘成构陷忠良，误导朝廷，革职抄家，流放3000里。刑部尚书张衡办案不查，强行用刑，降级留用，闭门自省。小姐，老爷无罪了。你赢了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不过瑞王不会认输。他最后还有什么？病。解释。现在知道来问爹了。你拿整个京城的米价做局时，胆子不是挺大吗？我要是早知道那是军帐，何必冒这么大的险？不是爹故意瞒着你，这条军粮线牵涉北境布防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。所以连我也不能知道。皇上、镇北王、兵部尚书，再加上我，总共没有几个人知道。你若早知道，刘成和瑞王的人未必看不出来。您倒是什么都算到了，没算到你敢拿京城米价逼瑞王开仓。你也别笑。 10年前，瑞王便开始暗中结交边将，镇北王察觉后没有证据，只能先防着。北境缺粮的那几年，国库一时拿不出银子，是沈家先垫钱送粮送铁器。那本账为什么不写收获军营？那只是民间商路账，北京军营的位置、接货将领和军需批次都属军机，不能写在普通账册里。 真正的收获凭证，由镇北军和兵部另册密存。瑞王拿到半本账，就故意把运往北境说成送给蛮族。他以为军机账永远不能公开，才敢把沈家盯死。刘成倒了，张衡被盯上，粮仓也暴露了，瑞王剩下的路不多。他不会认输。 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能指望他在朝堂上出手。王爷，皇上只是怀疑，还没有直接证据。现在收手，也许还能保住王位。刘成流放，沈家翻案，粮仓暴露。你以为皇帝下一个会查谁？京畿大营里有我们的人。 只要先控制宫门，皇宫要打，世子府也必须拿下。萧玄景若活着，就是最大的变数。李虎，你带3000人围住世子府，抓沈若华和萧兴菊。萧玄景若反抗，杀！一旦起兵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 本王从10年前决定争那个位置起，就没想过回头。他果然选了今晚。瑞王已经联系陈素，命他今夜打开承天门。陈素一直依照陛下旨意假意投靠，并未背叛。 那就让他按原计划开门。陛下，
若叛军真的闯入皇城，门不开，鱼怎么进网？瑞王还派了李虎攻世子府，你回去守家，皇宫这边，朕等他自己进来。镇北王留下的500黑甲骑兵，今夜准你调入京城。臣领命。先别动。黑甲骑兵一旦现身，瑞王必会警觉撤兵，皇城这张网便收不住了。等承天门关闭，宫中会放一支红色信号箭，看见红箭之后，你再放3支火箭照黑甲营入城。臣明白。外院加弩，后门封死，箭矢分开存放，火油留一半守内门。送去城外黑甲营，没有宫中的红色信号箭，谁都不准入城。红箭之后呢？等我3支火箭。是。怕吗？怕，但怕不耽误我守家。封住所有路口，包围世子府，一个人都不准放走。瑞王想拿你和星慈威胁我，那他挑错人了。你可以去密室陪星慈。这是我的家，凭什么只让你守？王爷，宫门已经打开，直取太极殿。三弟，朕等你很久了。你背叛本王！臣效忠的一直是陛下。杀出去！活捉瑞王，其余弃妾者免死。府门一破，里面的家眷都活不了。想走的，现在可以走。誓死守府！外门不要死守，第一批人放进来，再落铁闸，把前后截开。关门打狗。人越多，几经宅院里更好收拾。交出萧玄景和沈若华，否则府破之后鸡犬不留。现在投降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命。攻府！放箭！东墙补攻守，西侧换滚木，正门准备火油。放！断开！点火！落闸！这张网收得漂亮。还没结束。皇城收网了。不可能！这就是你的底牌。父王留在城外的人，你还藏了多少事？以后慢慢给夫人查。阵亡者每家发抚恤银500两，父母由世子府养老，孩子供到成年。一半从府库出，一半从我的私库出。你的私库不是早被军营掏空了吗？所以夫人以后得养我。有种杀了我！押进宫，你知道多少，就一件一件说。你们故意让我误读沈家的账，又拿梁家和萧玄景闭门不出的消息骗本王入局。你不是输给一个局，是输给自己，非要往每个陷阱里走。皇兄，臣弟只是一时糊涂。刺杀皇亲，诬陷忠良，私养死士，率兵攻宫，你这一时谋了整整10年，废去爵位，贬为庶人。
3日后赐死。皇兄，你攻入皇城时，可曾把朕当作皇兄？离虎斩立决，张衡革职抄家，秋后问斩。定安王府涉案产业查封，柳家织造差事停摆。宫变逐案环已清。玄景，你夫妻2人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封赏？臣只求陛下准臣重新娶她一次。你们已经是夫妻，为何还要再娶？第一次，她在别人门外等了2个时辰；第2次，她仓落进了臣的门，那都不是臣给她的婚礼。臣欠她一次凤甲迎亲，10里红妆，明媒正娶。好，朕准了。你刚才当着满朝文武求着重新娶我，就不怕别人笑话？我只怕这辈子没机会把欠你的婚礼补回来。我爱你。我们又没有参与谋反。若不是你们母子贪四海钱庄那笔担保银，顾家怎么会走到今天？你父亲替瑞王转走30万两，织造差事没了，涉案商号也封了。去找沈若华，他不会救你。另案查明，定安王明知四海钱庄替瑞王养兵，仍以王府产业作保，奉旨削去爵位，王府主宅3日内收回，涉案产业全部拍卖逐债。那我呢？从今日起，你只是庶人。顾家就是毁在你的贪心和愚蠢上。他本来是我的。 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。娘亲，这次你真的不会走了吧？不走了。 还记得吗？我第一次进府就说过，嫁妆是属我的。现在也是。那我们当初那笔交易呢？到今天为止。什么意思？以后没有交易，也没有各取所需，只有夫妻。世子爷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一辈子都认。恭喜世子爷。 世子妃已有1个多月身孕，脉象平稳。世子爷这是不高兴？高兴。那你愣什么？我只是不知道该先做什么。正常休养即可，不必如此紧张。他还能不能看账？还能不能出门？院里的台阶是不是该拆了？萧玄景，我只是有喜，不是重伤。 娘亲，我是不是要当哥哥了？弟弟，我是哥哥，也可能是妹妹。妹妹也行，我都保护。先把你自己照顾好。我已经长大了。娘亲，我第一次问你要不要给我当后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了成交？是。那你现在后悔吗？不后悔。 那这笔买卖，夫人亏了吗？我沈若华从来不做亏本买卖，所以这一笔赚大了。那我呢？你啊，是把我们牵到一起的人。